大导演都不太跟你合作，比较少，说陈可辛啊，王家卫啊，包括李安呐、说要跟我合作，也没有跟我合作。没有开玩笑还是一种，你是真的内心其实会有一些觉得小遗憾。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我那么好，为什么不可以便宜一点给我这样？所以你觉得是价钱的问题？我是觉得条件上面的问题。刘德华讲话多耿直。比如说王家卫，我会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多久以内拍多少天？你告诉我5年拍30天也可以，你只要告诉我是5年。”他就觉得我 challenge 他这样，没有艺人签合约是这样的。王家卫我敢说，嘿嘿嘿。我们外人会觉得要做这么好的一个人是辛苦的，但因为你就是你就这个样子。我已经做了50多年了，我就这个样子。但有时候标准很奇怪。我还记得跟冯小刚拍戏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10点钟开始拍，那他9点钟化妆，然后我9点钟到，你为什么那么早到？我说不是9点吗？平常的演员都10点钟才到。这以前我们拍戏在电视台的时候，服装是我们自己，连戏的戏服是我们自己，剧本写下去。自己你说是什么？自己准备还是自己什么？连戏的那衣服，比如说我这里面是白的，你要记下来，下一场还是要白的。这个是被要求的，还是你自己要求？你们自己要求？我们训练班就是这样训练的。OK， 可能现在已经要求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连准时记台词都是优点，我就觉得这个会要重新再定义一下。那你会怎么做？你会就只是我洁身自好，我做好我？还是到你今天的今时今日的地位，你有这个责任去说。新的演员可以啊，就是刚入行，已经入行了，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会觉得。就现在我觉得是我错，因为世界改了，我还停留在以前，也不要强迫其他人跟着你那个节奏，或者是你的离谱。繁花的前编辑古二再次曝光了王家卫和晴雯的录音。所以刘本昌老师不是省油的灯。真的，我跟你讲，刚才看的那个刘老师的朋友圈，是啥？那个刘老师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啊。也不是，就是其实就那么简单。不是省油的灯啊。是的，那快天天干是朋友圈。对啊。这我跟你讲很吓人啊。人龙就其实他是一个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的人，导演看上还是看出来。就是怎么讲呢？经营挺经营。其实。苏唐嫣是个很装的人。今年、明天的真猫粉脸都不能。给他一个 surprise。告诉你，唐嫣呢，是一个很装的所以呢，第一，你先不要让他先到，你要老师先到，你先暖个场。导演，这种这么厉害的这种说法，现在搞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被你算计着。什么？谨言慎行。不好意思啊。我计算你。又说你喜欢，觉得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你算好的。是我因为这个了解。3. 晴雯向王家卫吐槽《流金岁月》刘诗诗台词问题。昨天我在微信上面被艾特了，是刘诗诗的粉丝艾特了我。就是原小说里面有一句话，什么他不成，他成功。他们知道我谁是我吗？他就是微信还是微博？微博艾特了我，然后但是我看，对，我就艾特我看的时候那个微博已经被删掉了，艾特了我和流金岁月的官微，然后我就去想，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担心你要去找嘛，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大概意思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那个台词，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好的，什么他成功我不嫉妒，什么他什么失败我支持他的那句话，原小说里好像是蒋南孙讲的，可能写的时候把那句话就给了朱锁锁，其实呢是徐老师写的，就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昨天就问徐老师，这话在现在谁讲啊？徐老师好像是我给朱锁锁讲了，死了。然后刘诗诗的粉丝就在那里在说太不公平了就说那个说现在什么都要抢，说连我们台词都要抢，原小说里台词都是给那位了，说反正都是那位，就那位你要这么那个什么，你怎么不演蒋南孙啊？然后就编剧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肯定是刘志士他们自己发的嘛，我估计是嘛，因为这个他们怎么会知道台词到那里去了呢？为什么骂导演骂你？都是骂编剧的。因为台词。现在都骂编剧的，导演没什么，导演拍的好不好看啊，对吧？衣服不好呢，可能会骂。衣服不骂剧组。骂剧组骂就是。台词可以骂编剧。对，衣服嘛骂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啊，这种你不给我们争取。是。晴雯向王家卫吐槽刘诗诗曾因为台词找过他。刘诗诗为什么从来没找过你呢？找过的。找过一次，是我给过一次了，也没再找。李小姐没找过呀。李小姐是啥？那也没找过。5. 王家卫说陈道明是极品是阴阳同体。最好朋友的演员呢是谁？陈道明。已经有一个极品。啊，说最。极品，真的是极品的极品啊！陈是极品，他真的是极品，真的是。但是你就是其实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很阴阳同体。但我觉得你别的演员吧，你也称不上朋友吧，是不？他是运动演员吗？这个然后你慢慢会成为一种习惯，对不对？对，真的是习惯。比如说我要拍戏要拍一些怎么要身材比较漂亮的，那我吃啊、运动啊，那个都会很自然就做。然后那些工作人员还说你还是吃一点吧。我说明天要拍完再吃。因为上次我采访郑秀文，她说你是真的不吃。她不吃，我怎么我不吃？你知道吗？她为了吃少一点，你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哼，我们在拍戏，如果开工，我是晚上7点钟之后就不吃米饭的。别的可以吃，菜什么可以吃？对。那中午我吃肉的，然后我吃肉是一块一块吃。然后他习惯他是叫那个炒饭，然后是有肉的，然后叫2个，然后花时间去挑那个肉来吃，就那么一点。那他直接吃肉不就完了吗？他说这样会吃多啊，是不是很奇怪？他就这样。然后花很长半个小时再挑。那最后就只吃了那2份饭里面的肉，对，然后饭一点都没有吃。我是91年就开始做了，但是中间因为经营不善，结果亏了很多钱。那95年开始就停下来，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去还钱。那99年开始就把钱还清了，2000年重来。签了他了，他就是其中一个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对，那您当时很多艺人他不做公司，你为什么会有做公司的概念呢？那个是自己太过自信，其实我错的，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我能力能做到，其实是不行的。因为我知道《风暴》是您公司投的到现在大概投了多少部电影了有？现在公司应该是在从90几年到差不多20部吧。20部，所以这个是踩着前面的失败过来的，还是怎样？90几年哪一个最惨？最惨的《战神》。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没有去管好，真的以为1+1等于2，2+2等于4那样。当时这部电影里面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演员，在市场上面都是大腕儿。对，洪金宝、张曼玉、刘德华，然后钟镇涛。天哪，你最看好了吧？应该这电影绝对赚钱了。我觉得我看到现在那个状况，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状况我是不看好的，因为你真的不够信心才会集那么多人。剧本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你的演员阵容很强。我不知道，我觉得剧本没有很大的问题。问题现在出在所有人看到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一种不够信心的行为。然后宣传出来，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发行不是我们，然后出来的那个就是说，哎呀，我们200万一天请张曼玉这样。人民币，那个时候港币了，就是说在说那些话，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宣传会这样？收回来多少钱呀？我们拍了6000万，收回来只有3000多。
3千你还要分给票房呢是吧？不是，分完票房回来了，差不多市场回来大概3000多万。你想，您那公司一共才有多少钱？一下。首先刚刚开始我是 producer， 也没想过演，就不想演。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做拆弹。古天乐已经确定做地藏。但我一直在想谁可以。后来什么打动你了呢？这个剧本？我觉得会跟他一起会把整部戏的那种感觉好一点点，因为我真的是需要有压力。比如说，要么就我，要么就周润发这样。我是每个剧本都可以，因为我只要你给我一个角色，我就会想很多。演员真的不应该有任何的角色是你不能演。电影嘛，它总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喜剧言情。色情、武打、血腥都可以。本来那个梁朝伟跟张国荣的那个《春光乍泄》，本来是我演的。谁的角色是你演的？是梁朝伟还是？应该是张国荣。张国荣的角色。那当时是后来怎么失之交臂了呢？是导演觉得我到最后我已经签约了，就跟他说我要签约了，他到最后开了，我才知道不是我。导演最后还是觉得你觉得对，有点冒风险。对。那后来戏开了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受伤？不会啊，我相信我自己。我这有时候唯一到告诉自己，他失去一个发现刘德华好的地方的。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为什么看不到？怎么会看不到我好的地方？这样。那后来就觉得，对。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我觉得为什么他可以，然后回头想一想，哎呀，对他的好我看不到，不是他不好，是我看不到而已。同样，他们认为我不好，我的好他看不到，那我就释怀了，就这样，那么简单。当你成为一个拔尖的艺人的时候，你一定是被表扬、赞美和批评声所包围的。你最难忘的批评和赞美是什么？他演戏不怎么样啊，那我就回去想一想，怎么会让他觉得好，或者是把他们那个不怎么样的那种感觉磨掉。有一个他出道的时候就在我公司，他第一份工作电影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公司，陈可辛。然后有一个歌手。他帮我做第一张唱片的人周志平，两个人经过了10几年之后，同样说一句话，一模一样的话。周志平说：“哎呦，那么多年下来，他的坚持真的感动了我。我第一天跟他做唱片，我第一个想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他要唱歌这样。”陈可辛到后来。他在我公司出来，就跟我合作，就在我公司底下做幕后的工作，一直到投名状，他就说：“哎呦，他人这种执着，真的感动我。”那我是张曼玉。够了。没有，没有。今天他会跟我说，他说不用稿子。他们说我们2个人站在这边就会鼓掌了。也没关系。我记得一个很红的导演跟我说过，要当一个好的演员呢，不需要很多对白的，是姿态。谢谢大家给他一个人的掌聲。鄭中基，我話俾你聽，我桃姐賺好多錢，我可以簽埋你㗎。反正老闆咧，老闆我其實就係想咁啊，起嘅。多謝。咁首先今日咧就揾咗我哋頒呢個最佳男配角，今年最佳男配角咧厲害啦。阿田豐，你唔使咁樣望住我，我唔會幫你嘅。
首先啊，大會咧就話叫我嚟講一講所有入圍嘅朋友。咁首先我講一講 Kengo 嚇。Kengo 其實第一部戲我睇你咧，你估下？我阿爸話俾我聽㗎，係《同林鳥》 ，right？ 由黑白片做到荷里活片，啲頭髮由黑色慢慢變黑，得咗。好了，講完 Kengo， 講一講，王宇大哥，你知道嗎？現在你聽得懂廣東話嗎？聽得懂哈，因為我普通話不是那麼靈光哈。可以的。佢話香港人去台灣嘅。當年我睇咗《獨臂刀》，因為你《獨臂刀》，我就立志成為楊過啦。到阿棒哥喺邊啊？棒哥越嚟越有型啊！當而家多啲啊！咁就真係多謝你啦。咁啊，經過咗咁多年之後，咁你會唔會有啲希望真係有機會同我一齊合作下？我好想同你一齊做戲啊，因為同你做親戲啲女主角咧，都好有機會攞最佳女主角嘅，係真係我統計過㗎啦。我啊夠好想做你男朋友咯，做親你男朋友嗰啲，成日都攞影帝㗎。对的是王家衛的要求嗎？我看到你說你這個是27個梨子啊？對，這是被他整的最高紀錄嗎？還是有更糟的？還沒有，還有更糟的。還有拍《花樣年華》的時候是26碗雲吞麵，到最後簡直是我跟他說，我說導演真的沒辦法，我很想吐。我現在還沒有開始拍，我聞到那個味道已經很想吐。他說：哦，好，明白。拍完這個再講。我說。你比如說是王家衛，我覺得是才華型的。王家衛才華型，不管你別人說什麼，拍的超支亂七八糟，一片混亂啊！拍的3個月都不要了，後頭又補戲，亂哄哄的，連他都不知道。最有意思的，東邪西毒那個梁朝偉，首演的時候跟我說：“導演，你知道嗎？給你講一個事，我原來演的是東邪，最後剪完我一看，我成西毒。”張三成李四，他都不知道，就各種，所有人都是聽各種謠言，各種不滿意啊，各種不可知，各種困惑。我們在2046的幕後花絮中看到了這樣的話，木村拓哉的表情顯得茫然混沌，因為那個時候木村拓哉並不清楚王家衛到底要讓自己幹什麼。本当に台本もないし、君は人を待ってるって急に言われて、誰を待ってるんですか？いやいや、誰とかじゃないんだよ。君は人を待ってるんだよ。Ready? って言われて、アクションってなったので、ん？ってもうその、要は How to が僕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もうクエスチョンが頭の中でいっぱいになって、拍摄《重庆森林》的时候，林青霞本来以为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女明星，直到拍摄到她举枪杀人的那场戏时，林青霞才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女毒贩。期间，刘德华在片场足足待了3个月，这3个月，刘德华过得可谓是胆战心惊。刘德华最怕老鼠，可他的拍摄场地却常常有老鼠出现，并且还大得惊人。为了应付这些麻烦，除了拍摄，刘德华尽量不让鞋子接触地面。开拍前，他还常常念念有词，千万不要让我看到老鼠。就这样，刘德华在片场度过了3个月的难挨时光。不过，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拍摄的戏份，却被王家卫毫不留情地删掉了相当多的内容，於是在片中劉德華的戲份只是相當於客串。王家衛嘅八字唔夾啊，係啊，
係啊。點啊？即係我覺得一寸每一次都險過一次嘅。係咩？即係嗱，嗰次就蠍子咁。这部戏的时候呢，王家卫导演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会跟金城武和黎明跟杨采妮他们会有非常多的对手戏，然后呢，在拍的过程当中呢，和在结尾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是非常孤独的完成这部戏，因为呢，其中的过程我根本没有碰上黎明，也没有碰上金城武，有的只是2组的时间，然后呢都被删减了。他们没我负责行政嘛，有一天说啊，我签了新的编剧，你给我做个合约，帮做合约啊，就交给他，他去签回来就回来了。几月几号开始？结果呢，就月底就要付薪水啊，付了薪水2个月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有一天去问黄伟明，我说你签那个编剧啊，他到底来不来公司的？偶然也要来一下，对吧？他没来过啊，有没有付钱？你签回来的合约，我当然付钱了。那个就是王家卫，所以他就马上把他干掉了，他不来公司的。这也是内幕啊，内幕。没有，因为我每一天我都签支票，支票上面有一个项目，通常很多了，但是一个项目一个编剧我就很留意，因为我自己是编剧嘛，编剧啊我就签了，第1个月编剧哦这个人又签了，2、3个月都过去，好像没有什么作品出现了。我就问施南生啊，后来呢，就是我就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原来他是替一个竞争是这一组来弄剧本，啊，那么他就说要躲起来，怎么写，后来我说够没有？说够了吧？我来说，我也是编剧，所以你怎么可能告诉我3个月还写不出一个剧本出来呢？是不是这个借口呢？所以这样呢，我还没吵他鱿鱼，我说好了，我给你3个礼拜回去马上写出来。这个3个礼拜之后，我就打电话问剧组啊，我说剧本交了吗？他交了。我说怎么样？他回答我4个字：废纸一打。我就下定决心打给这个，我不找施南生了，我找顾德昭的姐姐，Linda， 她是当我们这个人事部经理，我说把她。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没怎么样。我原来这个是根源，后来王家卫第1部戏找我做音乐，结果我就太忙了跑掉了，找了一个我认为是高手，结果也给炒鱿鱼，可能这个是因果嘛，对不对？因果好像不是这样算的。因果循环。循环。刚刚讲了一个题外话也很好笑，就是王家卫。就老在讲这个人，他真的耳朵很痒啊！王家卫在我们公司也有另外一个戏被炒鱿鱼的，后来他肯定岭东，他帮林岭东写剧本，就说这个编剧不错啊，讲个故事来听了，讲，诶，好像没有讲的主题，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我说停，在你家里，你记不记得？我说，现在是你讲了多少？讲了1/3。我说90分钟了哦，你才讲了1/3啊？你这个戏准备要拍几集啊？没有，就1集啊，1集，你是什么编剧啊？多长你都不知道啊？哇，这个人是谁啊？哦，林岭东啊，这个王家卫，记住他。哎，过2天在公司看到他了，哎，不认得他，有他的黑眼睛啊。哦，原来他是怕人家认出他的黑眼睛啊，不要开玩笑，就开玩笑的。虽然受害者众多，但王家卫本人还是值得尊敬的传奇导演。都说京哥这个说话直啊，我现在做一个测试啊，京哥我问的问题可以答可以不答啊，行，我看看他开机了还是像不像那么说。王家卫好还是贾樟柯好？王家卫好。那贾樟柯不好吗？在我的标准一般。不好在哪儿？我觉得技法不行。京哥，哎呦，真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哎，但是文道好像肯定就不同意了。对，我还蛮喜欢贾樟柯的。对，哎，这怎么说？你看你们俩之间就分出来。我就觉得呢，这个京哥是香港电影老行尊了。但是伴随着他的评价是吧？咱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啊。但是刚才咱们聊，他至少解答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发现。他实际想任何事情啊，脑子里有专业2个字。哎，你比如说他看什么，
他看权力游戏。哎，京哥，你倒是真是帮我解答解答。好多人都问《权力游戏》第3集为什么黑的都我都看不清呢？那个根本就是他们的一个打灯光的原则。他们是拍一个中世纪，虽然是虚构的，还是以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作为一个背景的一个剧。那种城堡哪有光源呢？晚上除了火把之外，所以如果你不拿火把，根本不应该有光源。可是星巴克还是穿越上去了。但是你说，你看他实际上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出这京哥他对这个专业啊看得极其重。他脑子里有经线，对，但是行不行？那又怎么解释过去很多年人家说的你拍了一些低预算的片子？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基本上当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告诉大家是台湾呢，当时是用一种就是保护主义的方法去。连美国片都只能够进去8个拷贝，只能放200个拷贝的只有台湾片跟香港片。香港呢，他就设了一个机构叫自由总会，所有香港电影人都要入会，好像1年给2块钱啊，实在是个特务机关，他就拿了你所有的资料了。然后呢，所以就只有这2个地方。然后台湾片它被黑社会基本上盘踞。所以港片比他优秀太多，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看港片，然后呢，台湾人就越给越多钱，然后呢，不管你，我收到最离谱的一个就是 order， 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老板，我刚拍完一部戏，圣诞节档，好了，我可以去放假了，我想然后老板打电话，下星期就开一部过年档的，神经病！12月的时候，你不是说过有一部叫《整蛊专家》吗？我说是啊，谁演啊？他说我已经跟周星驰、刘德华谈好了。然后我说那我手上有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刘德华，什么都没有。你要我下星期开机，我不管，我都卖掉了。哇！当时就是这样。好像说您拍的最快的一部是3个月从拍摄到后期是吗？不是，特别快。不是，是5个星期。从剧本没有剧本，每天写。飞机仔那我问问你啊，这个有还是我自己写，有点装什么这个话题哈。你认为你怎么看所谓艺术家的良心啊，艺术家的气节呀？真的，你像我内地有的导演朋友，要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我不拍了。不是，问题是我当时拍的不是艺术片嘛，是纯娱乐片嘛。如果我拍的是艺术片，我肯定不拍。纯娱乐片无所谓，你敢我来拍，你给钱我就收了，过一个肥年干嘛不拍呢？然后我不拍，我惹麻烦。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当年到香港啊，我学了广东话一个词啊，叫咧仔呀，咧仔。这个咧仔呢，就好像一般就是说很厉害啊。其实，在我理解啊，有一种很精明的含义在里头。那个时候，我这个咧仔的画像就是京哥。实在香港很多这种超大家觉得是经典的戏。实际上都是大家在没有时间里面挤出来的。周润发演那个《英雄本色》，他同时在拍4部戏，然后他客串的，那个马哥是客串的，小马哥是客串的啊，真的，越拍越多而已啊，真的是最初就来，本来是剧本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本来是郑浩南演的，所以叫 Mark， 就用了郑浩南的英文对。然后呢，他就来拍了2场之后，2、3场之后，吴宇森就这个角色比其他角色都要好，要加戏，一直加。就剧本是后来一边拍一边加。然后呢，周润发有一天在飞鹅山跟狄龙有一场戏嘛，对，他迟到了，这狄龙就说：“哎呀，发仔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就是戏拍不好。”龙哥，我们捞嘛，
捞算了吧，捞的那个赢了个专心的那个奖金像奖。哎，文道，你说这个捞啊，这个像他说的这么样的拍戏，也能出好片，这怎么理解？这个是很奇怪，是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电影学者已经去世了 ，David Bordwell， 大卫·伯德维尔，他讲他很喜欢香港电影，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谈香港电影。他在美国教书一定要教香港电影，就因为他觉得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做到了一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没做到的东西，就是他说香港电影的美学是怎么样，所有东西都要推到极端，都要过分，然后都要给你马上快速的感官刺激，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剧情逻辑什么，但你根本看的时候你会忘记那些事情。比如说你看，就算看《权力游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剧情不合理，但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的那些好作品是让你忘记它的不合理。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做到呢？他就分析香港电影的工业，他所有东西很赶很快，包括他特别介绍那个现象，让美国人很吃惊的，让他那些学生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非直仔呀，非直仔，就香港电影几十年这么干了，就现场这边导演在拍。下面那个台词还不知道讲什么，后面再赶快写，要递上去。等一下，你来这一句，听上去跟姜文似的。姜文也这样吗？不是，但是姜文的非直仔跟这个正好相反啊。姜文是事先恨不能组织10个编剧写10个本子出来，然后真到在拍的时候，有可能全部都否掉。前一天晚上写一张纸给演员，但是这种非直仔但完全不一样。你说这种现场发挥的导演很多嘛？那侯孝贤也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香港那个是在那种密集的工业状况，就像金哥刚刚讲，一天接几组戏，那种情况下去，砰砰砰砰砰那么做出来。我试过一天2组2部戏，然后我还在晚上，他们看到我在写剧本，在现场打灯写个剧本。他们是不是明天我们早上？不是，是另外朱延平那组的，我帮他写。你随手而做，随意而做，反而是为什么呢？你打破了很多规矩，是那种有一种轻松在里面。而且我想强调，这真的是香港特色，这香港人。对，我要请你解释一个香港的另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扎拉是破产是吗？扎桑，哎，这个香港这个扎桑的是你给解释解释。意思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没办法完全预计的，你要随机应变，都是生动的。听着像印度人的思维，很像。你必须生动，去都是流动的什么事情。你在现场就看怎么办，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叫执上。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甚至跟这个东西方文化呀有一定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一讲美国好莱坞，咱们只有佩服哈，大工业、大专业。可是呢，以我所见呢，就是咱们这几十年很多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哎，就包括我们这种聊天的这个形式，我仔细想想，都是当年你看最早到了香港，香港是什么？就没有条件，我们所谓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比如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公司里就跟你讲啊，说你不能天天请嘉宾，我们没有这个人力天天请嘉宾，你必须固定的3个人，你不固定3个人，天天聊新闻。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这不符合，这怎么做啊？谁是什么问题他都是专家呢？但是唯其如此啊，你最后逼得头大呀，你突然有一个顿悟，你觉得哎，那生活里3个老友天天吃饭聊天，天天中午吃午餐都聊天，怎么也聊得很开心呢？哎，于是你创造出来一种形式。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这个你说该怎么理解？一方面你要说不专业，对吧？哎，没有条件，但是往往好像很多东西是逼出来的。可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啊，其实那时候不止香港，包括台湾部分行业，我们流行文化最发达的年代，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很有名倪匡，写科幻小说一天是能写10万字的。然后你比如说古龙。还有他经常是他那个收了钱还没写完呢，对10万字不可能，他自己说吧，然后那个像古龙喝的那样子，然后还在写。然后你说历史小说高阳，这是我很多我的前辈看到的亲身体验。高阳是怎么样？高阳爱打麻将，然后爱喝酒，然后编辑那时候没有传真没有电邮嘛，70年代是到他家催他稿，然后他在打牌。然后打牌还轮不到他在看，人家在享受，他就写，然后他
碰一个出去，然后跟着再写，就这么一碗牌桌上面就把明天的连载给交出去。那你想看的是什么状态？我记得我在写东西那么多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你灵感怎么办？说这个我们写作怎么讲灵感？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是职业的，你还讲灵感就完蛋了，就你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讲灵感的。那个有一个刚刚在香港去世的那个就是那个德国摄影师嘛，那个 Michael Wolf， 他就曾经拍过一整个就是那个香港系列，叫做 Informal Solution， 就叫非正式解决方案。就他就一个德国人的眼光看到，就是香港人有个特点，就是你出了任何问题，他可以有一个临时解决。他就拍到很多，比如说那个水管子坏了，他不是来修整个水管的，不是整个给你接一个塑料袋在上面，任何这个方式。嘿，他后来我在印度看到也是这样，他们叫那个 Jugaad， 就是你看他的交通很混乱吧，没关系，每个人看到问题，他自己会找到一个方案去解决。结果你觉得他没有，就好像他很不系统啊。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那么多跨国企业的 CEO 是印度人？他说有一个最重要，他们就是能够解决危机，出了什么问题临时扎伤，其实那个翻译就应该叫我其实有个困惑，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偏见，但是我的一个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你们可以批评啊。为什么我觉得当年没钱的时候，我做的一些事儿啊还挺棒的，发挥也好。后来呢，条件越来越好，美国兵的装备，包括有些演员、有些导演，比当年的条件好多了，但是你就不行。可是呢，就是你那就不对了，你怎么还不如原来了？但是呢，作为一种产业来说，你说西方的这种专业化呀，这种好像它能够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厉害。我们的这种呢，经常有传奇，就比如说什么《大话西游》啊什么，它变成传奇，但是传奇又有点像什么呢？最近不都是在聊什么搏击？你看西方的这种搏击啊，这拳击和这种所谓传统武术，你看这个里面也是，就是说我不否认呐，传统武术啊，这个灵感一开啊。有的时候体重小的人是吧，可能戳你眼睛踢你裆就把你给放倒了，他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呢，作为一种统计性的现象，绝对的重量、绝对的力量，你不够他打。你说这是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影方面，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困惑吗？我明白，我早就明白了。这为什么呢？状态。什么意思？当年你没有什么好的配备，为什么你拍出来那么好的东西？你有状态，2个星期的都能拍出好东西，你是最佳状态嘛？就是一个运动员，你是 top form， 你就回去睡张单人床，吃块面包就回来了，一天睡3个小时，一样能做到很好的东西。那现在到后来你很多钱，你住大别墅了，做班次了。然后你费用也很高了，然后给你特别多的东西配合，你状态下去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导演跟运动员是一样的，没有状态了，状态会有，任何运动员都会走入一个低潮状态的，导演也一样。那好莱坞的或者《权力游戏》的那个状态呢？他每一集都不同导演。像美剧是每一集不同导演。那伊斯特伍德人家90了吧？快。谁？伊斯特伍德不是刚拍了一个片，他自己又演又导。对啊。对啊。你觉得好吗？他有状态啊。你觉得好吗？最近那部我觉得真不好。没有，我觉得挺好。但最近15年没有一部好的，除了那个Billion Dollar Baby 之外，我没看到一部能看的。哪儿不好？你觉得他状态没了吗？整个节奏都不对。你作为商业片，你整个节奏都不对，它又不是艺术片，好奇怪，就是尊重他那么老才拍，只能够这样说。我真看不下去。我想问，我想接着问啊，那假如你是一个导演，也会有这种状态的好跟不好有这种起伏。那如果一个导演不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比如说他可能很久的，对不对？他怎么样？可能3到5年的。那一个人怎么样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状态？有方法吗？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休息。我觉得第一是足够的休息。比方说我以前我可以1年拍7部戏，到追龙，我追龙就拍了2年，用时间来疗伤。就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拍的太
那种状态太难。我试过，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一开机旁边就会有一点这种声音，不收音嘛。我试过，感觉到天天拍，日拍夜拍。有一次我突然开机，我想吐啊，真的想吐，拍吐了，真是拍吐了。那年我导演了7部，监制了3部，日夜都市大片哎，可能一天分3组的，我3组就去看一看，就让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这样做，这样。我一个夜班，6点到12点在邵氏拍周星驰，然后12点我就开车去嘉禾拍成龙，拍到天亮。我天哪！那你是为了什么呢？没办法，2部都赶得上。是为了挣钱？不是，你接了2部都，然后它的档期互相改变了，就变成有碰撞了，你只好拍啊。你看这个跟这个内地的导演的想法真是很不一样。你看我特别理解，我老是印象特深刻。我有一次看张艺谋的一个采访，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那种感受，就是啊，你一个文人写文章写不好了就重写了，对吧？他说其实很多电影啊，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这个电影必败无疑。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是灵魂呐，你必须撑着，给大家信心，人在那，把一个明知道失败的事情给他干完。哎呦，我觉得这导演这个是会有这种的。长城我看他拍了1/3就知道死定了，是吗？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你这个内行怎么就能看1/3？因为我看戏看到1/3，就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哈？肯定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比起来写东西容易太多了。你想想看，像最近《权力的游戏》，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嘛，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吗？海蒂申刀已经有超过，当时有超过130万人在全球联署说要求 HBO 重拍这一季。那么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写到后来，他本来不想再写了，写吐了，他也是，然后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然后说不行，福尔摩斯怎么能死？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他又活过来了。但你看写书多容易，写书你觉得这个角色写死了，好，那我下一本赶快把他又写活了。金庸也试过2次啊？是吗？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侠侣》，小龙女16年后再次重会，他就是骗杨过的，他跳下去就死了，所有人都说不行，然后他实在说不通的，他把他说到这个毒子中到没法子了。后来他就是蒙混过关，根本就让小龙女又活了过来。另外一次就是《天龙八部》，乔峰打死阿朱，又全世界反对，可是他这一次他再不肯了，他就继续写下去。就是这样，所以但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怎么可能？这是一个多么耗资巨大的东西，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讲力气大是不是越厉害？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就香港电影，我们或许过去这种执商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是不是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了，根本不可能再持续。是持续不下去的了。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看美国这几年好莱坞他们拍电视拍电影那么强大，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专业。他所有，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就比如说，实在也不是，你说他专业，实在要不专业也非常不专业。实在李连杰告诉我，他去拍那个《轰天炮》第4集，他的第一部西片，根本也一样，天天飞子，天天飞子也这样子吗 ？Mel Gibson 说了算。大腕儿说了算，因为钱是 Mel Gibson 找回来的。他是老板，那就不一样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弥漫世界。但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有分别啊。就我看到内地电影也好，或者香港电影也好，比如说你有可能说我拍部戏，我去融资吗？去找银行贷款吗？很难。但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你要贷款，你要有标准。
我要能看你这个电影最后票房是多少。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这个预估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不是他有个 bond， 他每一部戏都有个 bond， 得对啊，有债券啊，不是那个 bond 就是等于一个保险公司，对啊，你要给他费用，他去保证你能拍完。哎，你说这个，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啊，我发现真有神的。我估计金哥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本事？就一部电影上映啊，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说一个，说这个8亿，最后可能就是7亿多或者8亿多，就能说的特别准。他没有什么大数据啊，他就是这个一种直觉，就经验。第一，他看过那个戏；第二，看对手。你现在看一部片子，你能算？我以前在香港基本上不会距离超过15%。哇！现在不敢说那么准，因为票房背后很多东西，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什么活动？各种活动，刷票房啊什么的啊，各种活动了哈。哎，你说像你刚才讲这个《权力游戏》这个什么烂尾啊什么的，我又有一个偏见啊，就是我看有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你说它好，说它坏没有用。你知道，就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你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儿，我们知道，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儿啊，和明清的那个写意啊，完全不一样。对，北宋的画叫什么呢？巨细无遗。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清明上河图》，它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景观上讲是好的，是牛的，但是最小的，据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酒馆2个人划拳，对，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这就是说他连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可丁可卯，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说实在的，有些时候情节我都不求甚解，你知道吗？就是看着这些，哎呀，这么好的盔甲，这样好的演员，这样好的这个镜头的剪辑，一切的这种，你就愿意看。他多演半小时，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他好像就超越了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烂尾了。所以我就说，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香港电影。当年的很多这个杂啦老杂三嘛，可能就会杂啦啦。对，所以就说是不是碰到极限了，对吧？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我就说，你觉得香港电影当年那么拍下来，靠着这个灵感，靠着状态，香港电影的崩溃根本不是因为数值，是因为台湾崩溃，那最大的买家崩溃。哦，他一直就这么认为，是个市场的问题。市场问题。那您刚才说了，不然香港电影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我们这一辈香港最强的导演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差不多。哎，重生是重生，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几十亿票房的，那种还是内地导演居多。那是一种，我觉得啊，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它有一种同情共感的，就是一种共振，有一种情绪共振。那你比如说刚才你讲了，说这个王家卫比贾樟柯好，那么王家卫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因为他太熟，我跟他好朋友，根本是无所谓的。对，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拍片的路子，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你能接受吗？有几部我很喜欢，比如说，重庆森林啦，他第一部的旺角卡门啦，那个叫什么？那个张曼玉、梁朝伟的《花样年华》不是啊，《花样年华》花样年华了，我很喜欢。一代宗师我也很喜欢，有的当然不喜欢了，有的他自己都知道了。哎，但是那个老亏钱呢，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拍不成呢。他后来都是亏自己的钱呢。那你理人家什么呢？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那是人家的准则嘛。哎，有一点呢，这个金哥这个很有意思，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哈。你比如说他自己拍电影就讲要赚钱，对吗？但是呢，他投这个许鞍华的天水围的这个先是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是吧？日与夜差不多打平。对，但是夜与雾是不是亏了？亏了。那你为什么有投资给这样的电影呢？尊重专业，我是商业片的专业，所以我
一定要把商业片拍到极致，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把艺术片拍到极致啊。那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了。是，投资人来说我并不专业。那这是有情怀。有时候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有啊。你当时是怎么想要投这种电影？没有啊，当时就是没有人投，我就来投吧。安是那么好的导演，怎么不应该没有人投啊？那我反正能投得起就投呗。而且天水围是一种典型的香港人的情绪，对，而且不是很贵，太贵我就没办法了。他现在拍的戏都很贵了。对，没错。我还记得他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叫做 The Way We Are， 是不是？天水围嘛，那个很香港，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香港人那种共振，马上就刚才共振就会出现。所以我就看这个金哥他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的曾经有一位嘉宾有一次聊起你啊，就讲说都说这个王晶那个拍烂片，对吧？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香港电影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困难时期啊，他养活了很多人，甚至他就说他如果没有所谓王晶的烂片，也就养不出王家卫这样的片子，说他是一个底。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他说这个电影需要有个底。